深夜，工厂秘书正准备休息，却发现枕头边莫名多了2本成人杂志。而就在他疑惑的时候，厂长又突然敲响了房门，说有份文件需要当面交代清楚。女人无奈打开了房门，可她万万想不到，厂长竟直接拿出了杂志。小张啊，你还有这种雅兴？女人万万料不到，打开了这扇门，自己的人生却一步步走向深渊地狱。女人名叫张玉书，是某工厂的车间女工。这天在工作期间，车间主任突然来找，说工厂的汤厂长找张玉书到办公室谈话。原来上任秘书被撤职了，听说张玉书会用电脑，便想给张玉书升职当厂长秘书。突闻这个好消息，张玉书心里是喜不自胜，车间几名女工也彻底炸开了锅，觉得张玉书长得好看，被厂长看中当秘书是迟早的事。然而，当张玉书和前秘书黄英擦肩而过的时候，黄英看张玉书的眼神却是复杂万分，似乎想告诉张玉书什么。而张玉书怎样都想不到，当上这个很多女工都梦寐以求的秘书岗位，却是自己噩梦的开始。确认自己当上了厂长秘书后，张玉书很快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丈夫徐良。徐良对此也是高兴不已。而为了感谢厂长对自己的提拔，张玉书向徐良提议，过几天是他的生日，到时候找一个好一点的酒楼，将厂长汤国生请过来，好好感谢一番。徐良很赞成这个想法。生日这天，汤国生明显特意装扮了一番，还特地带了一束鲜花前来为张玉书庆生。然而当他听到张玉书介绍徐良是她丈夫的时候，却明显愣住了。缓过神来后，才赶紧和徐良握手打招呼。张玉书夫妇此时已经将汤国生视为了恩人，因为汤国生不仅提拔了张玉书，这顿饭下来，他还把徐良介绍到朋友的工厂做保安。小两口顿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可他们万万想不到，现实却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。升为秘书没多久，张玉书却频频做噩梦，梦中竟是汤国生追赶自己欲图不轨的画面。每每惊醒，张玉书都被吓出一身冷汗。上铺的春花对此是困惑不已。惊魂未定的张玉书就将最近自己的不堪遭遇说了出来。原来自从当了汤国生的秘书后，汤国生竟时不时地以指导工作的名义占张玉书的便宜。张玉书对此是害怕不已。然而春花却觉得汤国生看着不像那种人，平时的举止行为也很稳重。张玉书原本也是这么想的，直到汤国生的骚扰越来越频繁，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张玉书想让春花帮他想办法，无奈春花最终还是觉得是张玉书想多了，汤国生只是器重张玉书而已。但作为当事人的张玉书却不这么认为。而很快，一个意外发生了。这天，汤国生又将张玉书叫到了办公室。一见到张玉书，汤国生的言语就轻佻了起来，一个劲地夸张玉书穿着时尚好看。浑身不自在的张玉书想尽快离开，于是便急着询问汤国生有何指示，就连汤国生沏好的茶都不敢喝。而汤国生这次找张玉书，竟是想给他安排一个单人宿舍。张玉书原本是跟几个女工住集体宿舍，按汤国生的说法，女工经常要半夜起来换班。如今张玉书是他的秘书，如果再住集体宿舍，晚上肯定会被上夜班的女工影响休息，继而影响第二天的工作。见张玉书想拒绝，汤国生直接以工作需要为由，强迫张玉书答应。明面上看，汤国生对张玉书的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，可张玉书却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尤其是发现汤国生连递个钥匙的间隙都要开油的时候，就越发忐忑不安了起来，最终只能逃也似的离开。可他不知道，汤国生看着他出去后，竟莫名抓起了水缸中的金鱼。此时的汤国生似乎已经将张玉书当成了囊中之物，而由于汤国生的骚扰，张玉书已经逐渐变得郁郁寡欢。为了不让丈夫担心，她尽量隐藏着自己的情绪，但徐良还是看出了妻子的异常。在他的再三追问下，张玉书最终还是将汤国生经常对他动手动脚的事说了出来。而徐良闻言的第一个反应也是觉得不可能，但看到妻子不堪其扰的样子，还是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。他当即就想去找汤国生算账，却被张玉书拦了下来。她之所以劝住脾气火爆的丈夫，也是希望汤国生能知难而退。可张玉书怎样都想不到，搬进了这个宿舍，自己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这晚，张玉书出现频繁呕吐情况，到医院一检查，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徐良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瞬间是激动不已，反复叮嘱张玉书要注意照顾自己的身体。为了更好地照顾妻子，徐良决定过几天就请假和妻子相聚。然而他万万料不到，就在这等待的几天时间里，妻子却出状况了。
这晚，洗漱完的张玉书正准备休息，却发现床上多了2本激情杂志。就在他疑惑之际，外面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竟是汤国生深夜来访。张玉书顿时警惕了起来。汤国生表示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需要亲自交给张玉书。谨慎的张玉书马上表示时间太晚了，他已经要休息了。可汤国生却表示明天一早他就要去总公司开会，2个人碰不上面，而这份文件又非常急。张玉书闻言又让汤国生将文件放办公桌上，他明天一早就去拿。但汤国生显然是有备而来，马上又接话说，文件中有几处地方很重要，需要他亲自说明一下。面对汤国生3番2次的纠缠，张玉书已经无言以对，只能穿好衣服打开了门。而汤国生一进宿舍，他的表情就立即荡漾了起来，还马上顺手锁上了门。张玉书想尽快拿到文件让汤国生离开，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引狼入室了，因为汤国生根本没带什么文件。一通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后，汤国生直接从被子里翻出了那2本杂志。小张啊，你还有这种雅兴啊？汤厂长，您误会了，这不是我的。这2本杂志显然是汤国生偷偷放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撩拨张玉书。觉得时机已经差不多了，汤国生马上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，想要张玉书一起看杂志。张玉书则马上以自己有家室为由拒绝。可他不知道，此时的汤国生已经是色心四起，这么好的机会他根本不会放过。在张玉书的难以置信中，汤国生竟直接想霸王硬上弓。无助的张玉书只能不断呼救。危机关头，同事春花突然来找，隐约听到不对劲的他马上用力敲响了房门。汤国生听到声音，这才停止了动作。小张啊，你就好好养病啊，明天不用工作了啊，我就走了。在春花的帮助下，张玉书最终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。经此意外，春花这才知道张玉书真的正处在水深火热中。她建议张玉书将这件事告诉丈夫徐良，可张玉书却担心徐良的暴脾气会引发事端，最终她决定辞职。然而张玉书却把这件事想简单了。当他向汤国生提出辞职的时候，担心丑事外扬的汤国生非但不同意，反而威胁张玉书说他的朋友很多，只要他一个电话，张玉书到哪里都找不到工作。还有你老公哪儿？我可以叫他马上从我朋友那儿滚蛋。汤国生这明显是赤裸裸的威胁。面对汤国生的咄咄逼人，张玉书和春花商量过后，决定告发汤国生。但目前为止，他手上的证据只有汤国生发的暧昧信息，想告倒汤国生显然还不够。张玉书马上想到了之前无故离职的前秘书黄英，他猜测黄英肯定也遭受过汤国生的骚扰。然而当他找到黄英说明情况后，黄英却躲闪地否认汤国生曾骚扰过他，想让他做证人更是不可能。而张玉书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收集证据不成，反而彻底激怒了汤国生。当汤国生知道张玉书找过黄英后，他竟直接用钥匙打开了张玉书的房门，质问张玉书找黄英的目的。张玉书想趁机录下汤国生的谈话，可没想到却被汤国生发现了。怒火中烧的汤国生直接摔烂了张玉书的手机。而这还没完，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，汤国生马上免去了张玉书秘书的职务，直接将他调去打扫卫生。为了维持生计，张玉书只好隐忍，并没有将此事告诉丈夫。而这一干就是3个月，可意外却在这天发生了。工作当中的张玉书因为体力不支，竟不小心摔倒了。经过抢救，张玉书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可负重胎儿却没能保住。直到妻子的遭遇后，徐良是心疼不已，春花则指责黄英不够仗义，而实际上黄英也有难言之隐。原来当初黄英父亲治病的钱是汤国生帮忙出的，并且她也担心汤国生将丑事告诉她的丈夫，那她的家庭就全完了。徐良万万想不到汤国生竟如此人面兽心，愤怒中他直接冲到了汤国生的办公室，想找汤国生讨说法，却被保安拦了下来。一直隐忍的黄英看到夫妻俩的不幸遭遇后，最终决定站出来，把汤国生骚扰自己的证据交给了张玉书。最终张玉书把汤国生告上了法庭。经过审理，法院认定汤国生对女员工的性骚扰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故判定汤国生给予张玉书经济赔偿5万元，而汤国生最终也被上级主管部门解除了厂长职务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